这血色剑袍，好重的魔气。怎么可能？魔气竟然被驱散了！该我了。还不够吗？再来！南宫婉坚持不杀师姐，说偃月宗本就因他离开而实力大损，若再灭杀大长老，宗门非得支离破碎不可。当年偃月宗大长老对他有恩，他虽不会为宗门牺牲自己，但也不想宗门遭灭顶之灾。韩立苦笑说：“师姐对你下手时可没留情。”南宫婉说：“无所谓，留下师姐性命也算报师门之恩，跟你走后才不会于心不安。”银月收起紫成兜，将师姐抖落在地。南宫婉上前连下数种禁制，搜出储物袋，找出困心术令牌，两手一搓，红光闪动，冒出一股黑气，令牌化为乌有禁制，彻底解除。南宫婉又取出一块玉简，贴在额上，留下话语，放入储物袋，别在师姐腰间，说：“师姐被轮回神光照过，没有一天一夜不会清醒。”二人相视一笑，韩立一拉南宫婉柔提，化为长虹飞射而出。二人到了北凉国边界一座小山顶上，韩立却让南宫婉先去落云宗。南宫婉眉头一皱，问：“为何不一起走？”韩立说：“穆佩林和吕师兄还滞留在甜天城未归，他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”南宫婉有些不满，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去便是。”韩立解释说：“他是偃月宗元婴修士，九国盟认识他的高阶修士太多，幻形术遇到修为更高之人，仍可能被看破，还是先回落云宗稳妥。”南宫婉虽仍担心韩立得罪了偃月宗和花艺门再去甜天城不安全，但见他心意已决，便不再阻拦。他取出一块轻纱式的锦帕递过去，说：“这是他游历时得到的不知名古堡，一念之间即可自动防身。”又取出一块红光闪闪的辟火佩交给韩立，说：“他在甜天城有2名记名弟子开着商铺，持此信物可调动他们。”韩立默默记下弟子姓名，心中升起一丝暖意。二人不舍分别，韩立闷头向虞国赶路。1个月后，韩立独身出现在甜天城外的荒野上空，俯瞰巨城。半路上，他已听说九国盟主力在丰原国边界3战3败，不得不靠禁制大阵防守。消息称木兰法师不知从哪找来几头蛮荒巨兽，打得修士措手不及。如今甜天城已开启上元灭光阵，大部分禁制，进入战时状态。韩立化青红落向城门，几名修士把守。一位结丹老者迎上询问，韩立报了落云宗长老名号，老者验明身份后放行。城中街道修士稀少，人人面有忧色。韩立径直走向自己居住的阁楼，神识一扫，感知到穆佩林的灵气波动，微微一笑，悄然入内。穆佩林见到韩立，惊喜万分。韩立发现他已突破至筑基后期，赞了几句，问起为何未回宗门。穆佩林说：“交易会尾生法师入侵消息传来，吕前辈身为天道盟元婴修士，被迫留下议事，他便也跟着滞留。”正说着，阁楼外传来一年轻男子叫嚷：“穆道友在吗？在下白书君，请出来一见。”韩立神识一扫，发现是名结丹期儒雅青年。穆佩林脸色一白，连忙解释，此人是天极门长老弟子，前些天偶然见到他，便一直纠缠不休。他已明说是韩立侍妾，对方仍不罢休。他对吕前辈提过此事，吕前辈似乎顾忌天极门长老，让先应付着，等韩立回来再说。韩立冷哼一声，一个小小的结丹期修士也敢如此放肆，待穆佩林下楼会会此人。白书君见韩立出来，一感应其深不可测的修为，神色顿变。韩立开门见山问他为何纠缠自己侍妾。白书君竟不慌不忙回道：“其实是家师天极门鲁长老想要见韩前辈一面，苦于前辈杳无音信，才让弟子如此行事。”他甚至还补充一句：“
在下也确实真心喜欢穆道友。韩立冷笑说，韩某侍妾可没有让人的习惯。同时身上放出冲天灵压，白淑君双肩一沉，如泰山压顶，双腿发软就要跪下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白影闪出，一只手掌在他肩上一拍，解去压力。一名灰白头发、慈眉善目的白袍老者现出身来，正是天极门长老鲁卫英。他拱手道：“是自己让弟子如此行事，才得以见到韩道友。”随后抛来一块绿色玉简，约韩立今晚到玉简中所记地址一句，随即带弟子飘然离去。韩立眉头紧锁，对方如此神秘兮兮，似乎有所误会，但一时摸不清头脑，带着穆佩林返回阁楼。韩立问其吕师兄下落，得知去了议事大殿商议军情，殿内只要元婴期修士均可参与。韩立当即前往，把门守卫验明身份后通禀放行。殿内元婴修士约10余人，吕长老见他就含笑招呼，一旁火龙童子也点头致意。韩立扫视殿内，正中坐着一名紫脸堂老者和一名雍容宫装美妇，均是元婴中期修为，应是9国盟主事之人。其余修士多不相识，但在人群中，韩立看到了黄风谷令狐老祖。令狐老祖神色如常，看不出异样，韩立也面色平淡。紫脸老者吴鹏起身介绍，自己乃贝叶宗宗主，又介绍那美妇乃花一门戚夫人，随后将殿内其他修士一一介绍给韩立。轮到令狐老祖时，双方只是微一点头，面上毫无波澜。吴鹏神色一正说：“韩道友来得正好，前方于长老又大败一场，连禁制大阵都被巨兽强迫，暗影宗环道友也战死了。这已是开战以来陨落的第2位元婴修士。木兰人来势汹汹，急需各方大力协助。”一名玉灵宗绿袍老者阴沉问道：“为何如此短时间连折元婴修士？难道对方高阶法士大批出动了？”吴鹏说：“非也，2位道友均是在1对1交手中阵亡。”绿袍老者惊呼：“难道出手的是木兰神师？”吴鹏摇头说：“只是2名元婴初期法士，但灵术威力奇大，远超同阶。更可怕的是使用一种古怪宝物，2位道友元婴刚出窍便被困住，连瞬移都无法施展。”满座皆惊。戚夫人接着说：“观战弟子发现那2人相貌古怪，还直接吸食战死之人的生魂，无论法师修士都不放过，怀疑他们并非人类，而是异类所化。”会中修士面面相觑，纷纷猜测是化形妖修还是邪修，若真是妖鬼之道，事情就更加麻烦了。韩立沉默片刻后忽然开口说：“无论那些法士是人还是妖，既然敢如此肆无忌惮，早早暴露手段，说明木兰人不打算打持久战了，多半要雷霆一击，寻找修士主力决战。他推测木兰草原内部恐怕出了大变故。”此言一出，吴鹏和戚夫人脸色大变，对视一眼，其他修士同样心头一沉。以前木兰每次入侵都是短则年许，长则10多年的持久战，双方都尽量避免主力决战，因为一旦决出胜负，必是一方元气大伤，甚至覆灭。如今来看，木兰人气势汹汹的架势确实大异往常，再配上蛮荒巨兽和诡异法士，怎么看都是出了什么变故。吴鹏半晌后苦笑说：“韩道友所系有理，必须动员整个天南所有宗门派出第2批援军，否则被木兰人各个击破就糟了。单凭9国盟一家支撑不了多久。”议事结束，韩立走出大殿，今日刚回田天城，便接连遭遇白淑君纠缠、鲁长老神秘约见，议事殿上木兰战局的震撼消息。南宫婉那边虽已顺利脱身，但9国盟战局已微弱内软。法师大军的异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鲁卫英约他今晚相见，又是所谓何事？韩立心中诸般念头转过，面色却平静如水。他抬头望了一眼被战云笼罩的巨城上空，那里隐隐有法阵灵光流动，整座田天城都在严阵以待。大战将至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